最近那个巴拿马啊，上演了一出极其恶劣、吃相极其难看的黑吃黑大戏。巴拿马那帮政客居然为了给美国大哥纳投名状，明火执仗的抢咱们中国企业啊，在那边苦心经营了快30年的超级大港。他们以为呢这招叫巧取豪夺，能白嫖个金蛋。嘿，他们做梦也没想到啊，咱们这次雷霆反制啊，直接让他们知道了什么叫疼到骨子里。大家都知道，巴拿马运河啊，那是全球航运的咽喉，是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黄金水道。大概是30年前，中国的长河集团啊，跑到巴拿马运河的两头，签了一份长达几十年的特许经营合同，有效期一直到2047年。各位，你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地方长啥样吗？那就是2片长满杂草、蚊子乱飞的烂泥滩啊！中国企业去了以后呢，那可是真金白银往里面砸钱啊，前后砸了18亿多美元，硬生生啊把这2片烂泥滩建成了现在一年能吞吐377万个标准集装箱的超级大港。这2个港口啊，直接撑起了巴拿马运河40%的集装箱周转量，养活了当地25000多个家庭啊。光给巴拿马政府交的税就超过了6个亿美元。结果呢，农夫与蛇的故事上演了呀。就在今年1月啊，巴拿马最高法院突然跑出来说，这几十年前签的合同，它现在违宪了，合同作废，港口没收。到了2月23号，这帮人呢连遮羞布都不要了，直接派大兵啊冲进港口，把咱们的管理人员啊全给轰了出来，没谈判，没补偿，连让你收拾行李的时间都不给。这个吃相啊，连索马里海盗看都得自愧不如啊，直呼内行。巴拿马政府抢完之后啊，自己没那金刚钻啊，揽不了这瓷器活，于是转头呢就把这个港口啊交给了2家西方巨头，马士基和地中海航运，还假心啊在那边忽悠。哎呀，我们就是让杨大人临时运营18个月，之后再招标。各位，这个鬼话谁信啊？马士基和地中海是什么人？那可是航运界成了精的老狐狸啊！你让这个狐狸进鸡窝看18个月，等出来的时候，连根鸡毛都不会给你留下。这在咱们眼里呢叫临时工，但是在商业圈里啊，这叫技术性替代。等18个月以后啊，所谓的公开招标开始了，长河集团啊就算想去竞标，一进港口发现，哎呦喂，电脑密码改了，客户跑光了，连扫地的大妈都只听西方老总指挥了，你拿什么跟人家抢啊？这个港口呢已经被实质性的架空掏空了。这不就是巴拿马政府负责在前门砸锁，西方公司呢负责在后门顺手牵羊吗？他们以为中国人好欺负，以为咱们呢只能吃哑巴亏。错，大错特错。交通运输部啊这回是动真格的，直接在3月9号那天啊，直接给这2家西方巨头的老总发了传票，来，咱们去办公室里聊聊，你们那个临时工到底是想怎么干？中方意思那是明摆着，你们这种行为呢，中方一丁点都不认可。既然把你叫到办公室来谈话，那就得让你真真切切的知道什么叫忌惮，什么叫后悔。这2家公司可能觉得我是全球的老大老二，我怕谁啊？那可真是想瞎了心了啊！咱们手里面捏着的可是王炸。地中海航运现在手里面积压的新船订单啊，超过90%呢是在中国的造船厂里啊焊钢板。老二马士基也一样啊，将近80%的船啊指望着中国工人给造。你琢磨琢磨这个逻辑啊，你们是巨头没错，但你们干这一行最核心的生产工具，也就是那万吨巨轮，可都在咱们家的灶上搁着呢。你们一边求着咱们给你盖房子，一边呢又跑去巴拿马帮着贼人拆咱们家的门，天底下哪有这种便宜的买卖啊？这还没完，中国现在的港口运营能力啊是世界第一，在全球范围内啊，手里面握着的优质大港数不胜数。咱们在约谈里已经明明白白的画下红线。如果这2家公司啊非要揣着明白装糊涂，非要侵犯中国企业的合法利益，那对不起啊，咱们不排除啊把他们直接拉进失信黑名单。一旦进这个名单，后果有多刺激，以后你们的船啊再想在中国或者中企持股的港口停泊装卸，那可就没现在这么便利了。手续呢给你砍一砍，检疫呢给你拉长点，装卸排期呢再给你往后挪一挪。远洋航运讲究是什么呢？就是效率啊！只要这一关给你卡死了，你那个所谓的全球航线网络啊，
瞬间呢就能变成一团乱麻。这就是咱们的底气啊！你想在这行混，就得守这行的规矩，敢动咱们的奶酪，咱们直接砸你的饭碗。约谈西方巨头啊，那只是敲山震虎，真正让巴拿马体会到什么叫痛不欲生的，是咱们中国企业自己的反击。3月10号，巴拿马当地的报纸啊，爆出了一个让全巴拿马港口界肝胆俱裂的消息：咱们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中远航运突然按下了在巴尔博亚港运营的暂停键，并且中远航运给客户发了一份极其客气但指令极其冷血的通知，要求所有在巴尔博亚港的空集装箱必须立刻马上没有商量余地的退回至其他码头。那有人听了可能不懂不就是几个空的大铁箱子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各位，在这个航运行业里空集装箱那可不是破铁皮那是港口的细胞，那是航运周转的根基。大家想想你开一个大型的物流快递超市，每天呢有无数个装满货的箱子运进来，你把这个货掏出来发走，然后呢你得把这个空箱子赶紧回收，准备装下一批货，对吧？现在呢超市里最大那个客户中远航运突然说我不玩了，把我所有的空纸箱子全部拉走，一个都不留。这会导致什么后果瞬间卡死瘫痪。巴尔博亚港突然发现货卸下来了，没箱子装了，要运走的货呢堆在码头上，找不到空箱子发，那整个港口的周转能力被直接一刀切断。以前长和集团管理的时候一个集装箱在港口流转1天就能搞定，效率那是全球顶尖的。现在呢那帮人抢了地盘，却发现自己根本玩不转这套复杂的系统，再加上中远航运把这个空箱子一抽走，那现在巴尔博亚港的集装箱滞留时间呢直接从1天暴涨到了4天甚至更长。中远海运这招没有大张旗鼓的拉横幅抗议，也没有在国际上打嘴炮，那就是安安静静的通过正规的商业操作直接把巴拿马这个港口的大动脉给掐断了。港口瘫痪了，你以为这就完啦？大戏才刚刚开始。面对巴拿马这种单方面撕毁合同的无赖行为长和集团在国家支持下直接向国际商会仲裁院递交了一份厚厚的索赔申请，索赔至少20亿美元。这个数字那算是极其合理第一，长和集团呢前期砸进去搞基建买设备的18亿多本钱，你得一分不少的吐出来吧。这第二合同还剩20多年没履行完，这20多年的逾期利润你是不是也得赔给我？这2笔账加起来要你20亿，那已经是给你打折了。可是巴拿马这个国家他赔得起吗？根本赔不起巴拿马全国的经济体量小得可怜一年的财政总收入也就70亿美元左右。你让他一口气拿出1/3的财政收入来赔钱。更可怕的是什么？巴拿马现在的公共债务率已经快逼近60%了，这在国家经济学里叫站在 ICU 的门口。如果这20亿美元的罚单砸下来巴拿马的债务率呢会瞬间爆表，整个国家呢将直接面临技术性破产。到时候巴拿马政府连个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修桥铺路的钱呢全得停，老百姓的养老金直接泡汤。那巴拿马政府要是说我就是耍无赖，我1分钱都不赔，你能拿我怎么着？哎呦喂，那个后果可比赔钱还要刺激100倍。这在国际上有个玩意叫纽约公约，只要国际仲裁法院判定巴拿马败诉，像这种铁证如山的违约案巴拿马必败，那么这个裁决呢就可以在全球170多个国家强制执行。这就意味着长和集团的律师团队可以拿着这张裁决书去全世界各地收债。巴拿马政府在纽约存的钱冻结，巴拿马航空停在法国的飞机查封，巴拿马在海外的大使馆资产对不起拍卖。这就是全球追杀令直接把你个主权国家按在地上摩擦成一个寸步难行的国际老赖。现在巴拿马的报应已经开始像雪崩一样降临了。首先呢是国家信用彻底破产了，外资企业去一个国家投资最看重什么？是契约精神，是安全。那现在全世界的资本大鳄都在旁边看着呢，大家一看，哎呀，巴拿马连中国这么大体量签了几十年的合同都能说翻脸就抢，那我们这些小企业要是去投资还不被他们生吞活剥啦？于是恐慌开始了，巴拿马的外资项目终止率
已经恐怖的超过了80%。其次呢，是基建和运河收入的断崖式暴跌。既然你巴拿马不讲情面啊，那咱们中国呢也没必要客气了。中方之前已经直接按下了巴拿马多个基建项目的暂停键，包括价值10几亿美元的运河第4大桥、地铁3号线扩建项目全部停工。再看这个巴拿马运河，中国船只是巴拿马运河的重要主顾，占了通航量的将近1/4。中远航运不仅停了港口，之前呢还一怒之下取消了12艘大型货轮的靠港和通航计划。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巴拿马运河收中国船只的过路费一天呢大概是80万美元。现在中国船不来了，绕道走或者减少班次，巴拿马政府呢眼巴巴看着收费站空空荡荡，心都在滴血本来就没钱，现在更是雪上加霜最后呢是农业出口的精准拿捏。巴拿马呢还有点农产品比如这个香蕉咖啡豆以前大量出口到中国，现在巴拿马的农产品通关时间无限期拉长。说到底巴拿马政府他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冒着国家破产的风险，非要去这中国呢？其实大家呢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全是因为美国呢在背后搞鬼。可是现在呢，巴拿马面临着20亿美元的天价索赔，面临着港口瘫痪、经济崩溃、外资大逃亡的绝境。在这个要命的时刻那个满嘴跑火车的美国大哥在哪儿呢？你指望美国替巴拿马还债？做梦去吧！美国人连自己国内老百姓的医保都解决不了，会去管你一个中北美洲小国的死活？美国资本家看到巴拿马的信用破产了，跑得比谁都快。西方人过去天天在我们面前装大尾巴狼，大谈什么契约精神。咱们中国自古以来也是讲究诚实守信的。好，既然大家都认这个理儿，那就是国际合作的底线。任何国家，不管你背后站着哪个所谓的超级大国，只要你敢无视规则，只要你敢单方面撕毁合同，只要你敢损害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对不起你必将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这就是我们中国的态度。你可以违约，我可以索赔，你可以找西方巨头当帮手，我就可以连你的帮手一起按在地上收拾。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我是肖兰，咱们下期再见。